副董叹口气，不再说下去。都说3年一个代沟，他和孙女之间差了不知道多少个代沟了。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，他们老年人的想法传统一点，总想着要孩子结婚生娃，继承香火。年轻人则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自己能过好就行，结婚生娃的事，他们不太乐意走下去。总说他们自己都养不活自己，哪里能养家？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多香呀！爷孙俩到了陆氏集团，周阳早就在办公大楼门口等着了。副董，等车子停下来，周阳上前去帮副董拉开了车门。周总这么快到的？一行人同时从酒店出来，周阳先他们一步到陆氏集团。周阳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熟悉路况，所以先一步回到公司。”等傅婉宁下车了，周阳请着爷孙俩进办公大楼。公司的其他高管也下楼来，他们接到周阳的通知，说重要的客户来了，周总都亲自接待，他们自然要跟着。周阳介绍了几位高管给傅家爷孙俩认识，说道：“我们2家公司合作了，以后少不得打交道。我有时候不在公司，就是他们几个负责。”傅家爷孙俩微笑的和几位高管握手，一行人坐着电梯上到顶楼，进了顶楼的那间贵宾室。顶楼的贵宾室比1楼的贵宾室稍微小一点，主要是接待那些可以见到周阳的老总们，资历地位不够的，见不到周阳的，就没有机会出现在顶楼的贵宾室。大家坐下来聊了聊项目的事，坐了10几分钟后，周阳又带着爷孙俩到处参观。陆氏集团在30年前就已经是管城的大集团之一，30年后实力更强。傅家爷孙俩在陆氏集团待了一下午，周阳抽了个空打电话给海彤。等海彤接电话后，他直接就问：“小姨，我有2个客户对山庄很感兴趣的，明天想去参观参观，可以吗？”海彤没有马上答应，他先问清楚是什么人。周阳答道：“东城傅氏集团的副董以及他的孙女傅婉宁。傅婉宁是傅氏集团的当家总裁。”“女总裁呀？傅总多大年纪了？”“比我小一点，好像是28岁。”周阳没有多想，老实的答道。海彤也没有其他想法，毕竟那只是外省的客户。周阳回答后，他笑道：“又有一个女强人。行，你都向小姨开了口，小姨哪能让你在客户面前丢脸？明天是吧？那明天我就不回公司了，在山庄里等着你们。小姨忙的话也不必在家里等着，战爷爷他们都在家吧，有他们招待我们就行了。”海彤说道：“那肯定不行，你带着贵客过来，小姨怎么能不在家？那样人家会很不好意思的。小姨忙是忙了点，但还有你小军姨他们帮忙呢。我1天2天不回公司都没事。副董爷孙俩现在住在哪里？东城大酒店吗？”“我安排他们住在酒店顶楼的另一间总统套房，他们现在还在我公司里，等会儿我再请他们去酒店吃饭。”傅家爷孙在陆氏集团待一下午，临到饭点了，周阳这个东道主肯定要表态请吃饭呢。这2天他都要好好的招待爷孙俩，陪他们，毕竟是他热情的挽留爷孙俩逗留管城的。晚上你们有什么节目吗？看他们应该没什么节目吧，顶多就是带副总出去逛街，赏一下管城的夜景。海彤笑道：“要不今晚就去山庄吃饭？临时临急的太赶了，还是明天再过去吧。小姨晚上有空？”“有呀，我现在随时都能挤出时间来。要小姨过去帮你招待副总吗？带他逛街的话，小姨过去会好一点。你陪他去逛街，我怕你们俩比赛谁走路最快。”周阳失笑：“小姨，我待客之道还是很周到的，让别人拍到你单独和一个女孩子逛街，闹出绯闻来也不好呀。”周阳想了想后说道：“小姨有空的话，那就过来帮帮我吧。要跟姨丈说一声，
免得一仗吃醋。那老头子别管他，动不动就吃醋，吃了几十年的醋，酸死他。周扬哈哈的笑，小姨，你别叫我姨丈老头子，我姨丈还年轻得很。我和姨丈走在一起，人家说他是我哥哥呢，人家那是故意夸你姨丈年轻的，他都快60的人了。海童也是哈哈笑，小姨也就在你面前那样说，在你姨丈面前不会那样说的，总要哄着他，年纪越大越像个孩子似的。那是姨丈深爱着小姨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管城不知道多少人都羡慕小姨呢。那是海童从嫁给战印后，就活成了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以前不少人都在等着战印移情别恋，等着海童被豪门抛弃，可惜的是，等了几十年都没有等到他们想看的结局。人家战印和海童结婚20-30年了，感情好的如同初恋。战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战家男儿对婚姻、对家庭的忠贞，一生爱一人，只要爱上了就不变心。小姨还是要跟姨丈说一声，行吧，我等会儿就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说一声，他要是有空的话，过去和你一起陪着副董说说话。那倒不用，麻烦了，小姨我都不好意思急了。周扬连忙婉拒，他把姨丈叫走的话，下次见到宝宝，宝宝的脸能拉得老长，怪他叫走他爸，害得他的工作量大增。这有什么，公司有宝宝，你姨丈不怎么管事的了，很多事情都交给了宝宝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像宝宝这个年纪时，早就独自撑着战氏集团了，宝宝比他要好太多了，至少你姨丈还会帮着管事，宝宝还没有完全一个人支撑战氏集团。周扬笑道，现在的战氏集团比起30几年前的战氏集团更加庞大，宝宝的工作量不小得了，我要不是分身无数，都想帮宝宝分摊一点。他看着长大的弟妹，哪一个洋洋都心疼极了，宁愿自己累着，也不想弟妹们累着。可惜的是，他不是神仙，他没有那神通广大的本事，没有办法再腾出时间去帮宝宝分摊一点工作。海童说道，你自己都工作繁重得很，就不要再想着帮宝宝分担了，那是宝宝身为长子长孙的责任。他不是不心疼儿子，那是儿子的责任。若是儿子没有那么优秀，没有能力接管战氏集团还好，儿子有这个能力，他就要挑起这个重担。战印嘴上说要退休，其实也还想再帮儿子分担一点，不用儿子那么累。周扬叹口气，没办法，我们都有各自要挑起的重担。你等会儿是请傅家爷孙俩吃饭吧，我去你姨丈的公司看看，他晚上有空不？等会儿我们过去和你们一起吃饭。行，问问宝宝有没有时间了。好。姨甥俩结束通话后，海童便去了战氏集团，当了20几年的总裁夫人。海童去了战氏集团，就像出入自己的家一样自由。公司里很多都是老员工，是他和战印爱情的见证人。新人进了公司，也早就知道夫妻俩的故事。海童自己坐着电梯上了顶楼，等他走出电梯时，战印已经在电梯口等着他了。他没有告诉战印，但他一踏入战氏集团，就会有人告诉战印。老婆的心情很好，战印很自然地揽住了海童的腰肢，拥着他走向办公室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海童问他。战印笑道，你心情很好的时候，才会主动过来接我下班。海童，是这样吗？我不觉得是凭心情决定，想来的时候就来。不过我心情是不错。你忙完了吗？还没有，需要老婆大人略等10几分钟。战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拥着老婆进去。他的秘书对此见惯不怪。海童进了办公室，看到儿子也在，便想推开丈夫，战印没有松手，反而对儿子说道，战慕尘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出去吧。妈，
战牧尘叫了海童一声，又说父亲，爸，我们还没有说完呢。我妈一来你就赶我走，也太伤我的心了。我可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父母永远是真爱，他是充话费送的。妹妹则是意外的惊喜。成年后的战牧尘很像战印，可以说是以前的战印翻版，就是脾性不一样。战牧尘没有他爸年轻时的冷冽，他虽然也有严肃狠辣的一面，更多时候他都是温和的。可能是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吧，战印年轻时的压力更大一点，战牧尘还有父母帮衬着，压力没那么大。堂弟也有几个可以帮忙分担的了，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，还有父亲给他兜底呢。战印说道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妈才是排在第一位的。我知道我妈排在爸心里的第一位，我和妹妹又没有想过和妈争第一位，就是爸不要做得太过分。太明显吗？我妈才刚来呢。战牧尘起身给母亲让座。妈，你说说我爸，总是这样子，我们做儿女的心都被他伤透了。战牧尘向母亲告状，还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。海童搬开了丈夫缠住她腰间的大手，虽然儿子见惯不怪，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。都老夫老妻了，儿女皆成年，战印还是这样子。宝宝，别管你爸说什么，他就是那样，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。你们父子俩刚刚在谈什么？继续吧，妈不打扰你们。海童没有马上坐下，而是去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你们父子俩抓紧时间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，等会儿一起去东城大酒店吃饭。洋洋请了2个重要的客户，是东城富氏集团的老总。富氏集团的老总是个女的吧？我记得好像是个女的。战牧尘说了句，我洋洋哥叫咱们过去吃饭的吗？我们一家3口过去了，会不会打扰他和客户谈生意？海童边坐下边说道，富氏和陆氏的合作已经敲定，合同都签了，富家爷孙俩会在管城逗留2天，洋洋要尽一尽地主之谊。副董想去我们悠悠山庄，洋洋问过我了，我答应了，明天我就不回公司，在家里招待贵客。公司里事情不忙的话，你父子俩也可以休息1天。战印说道，洋洋既然开了口，总不能让他在客户面前失信的。那明天就让宝宝回公司，我和你妈留在山庄里接待贵客。洋洋做事有分寸，不会谁都往悠悠山庄带去，能让洋洋答应下来，那就是洋洋最看重的客户，需要用心去维护关系的。我还以为能休息1天呢，我爸又剥夺了我的假期。战牧尘吐槽了父亲一句，爸，要不你回公司，我和妈留在家里，我也想结交一下富氏的总裁。战氏集团以后是交到我们年轻人的手里，结交新一代的老总是我们年轻人的事，爸要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他竟然无言以对，儿子长大了，能说会道，把他这个当爸的都说住了。半晌，战印才说道，你要休假就休假呗，反正你手里头的工作我是不会帮你处理的，你休假1天后能处理好，爸没有意见。没问题，我不会让爸帮我的，我自己能完成。宝宝笑道，总算能休息1天了，明天我问问洋洋哥，要不要我多陪2天？休息1天还不够，还要休息2天。战印瞪儿子，你要是谈个女朋友，爸可以让你天天休假，有的是时间约会谈恋爱。战牧尘笑道，爸，你别催我，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都还不认识我妈呢，我急什么？等我像七叔他们结婚的那般年纪了，你再催我都不迟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他知道的。除了六叔，父亲和其他叔叔最早都28、9才恋爱，而他爸则是30岁才认识他妈妈。要不是太奶奶牵线，他爸爸都不认识妈妈，说不定他爸要打光棍到姨丈结婚的那个年纪呢。姨丈那是出了事故，才会拖到36、7才和他大姨结婚。
你这个年纪结婚也不是不可以，你六叔就是这个年纪结婚的。海童笑道，行了，你父子俩别斗了。战印你也是的，老跟儿子过不去，这是你亲生儿子，又不是捡来的。